前几天啊，我带着我们一家人去上海迪士尼玩去，在里边我们一家人引起了数次围观呢，倒不是因为啥好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早晨我爸呀，为了堵住我们去酒店楼下吃那个158的自助餐，给我们每个人买了早点，放在了门口。我老公一开门，在这个旅馆一开门还一人加碗粥，这该不是传说中的加州旅馆吧？加州旅馆。最后呢，我爸买这些早点都没吃了，但是老头坚决不扔，拎着8个包子、8个鸡蛋、6瓶豆浆，踏入了迪士尼。进入迪士尼第一个事儿，我爸就掏出早点给每个人分鸡蛋，谁也不吃。我爸就一边理这点吃的，一边捣鼓。哎呀，节俭就是理财，我这是在理财。大胖媳妇说：“爸爸，你不是在理蛋吗？不是在理蛋吗？”然后所有的项目呢都不让拿吃的喝的进。我爸啃个包子都排到了，人说你得出去吃完回来。早他说：“我姥爷呢？咋又没了呢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你姥爷是迪士尼在逃公主，现在应该又在外边理蛋了。”我们在那玩啊，我都怕我爸在外边吃撑着了。幸亏我兜里有秘密武器拜尔这个达一喜畅活菌。然后呢，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爸一看那里边的餐厅，一份饭96，跟我说：“咱们就垫吧垫吧，不搁他那吃。你看我这包里全吃。”我爸这么一打开包，里边白花花一片，我就装没看着，结果没防住我老公说时迟那时快，大胖媳妇嗷家一声：“哎呀，爸爸，你怎么来迪士尼还带着我们酒店的牙刷、沐浴露和拖鞋呀？你是来搓澡的吧？”好几个人瞅我爸呀，我爸非常不好意思，但大胖媳妇是真心钦佩他的思路，一直叭叭。我们排队排的时间太长了，大胖媳妇挺大嗓门的：“老丈人，你把你从酒店拿的剃须刀拿出来，今天我胖某人就陪我老丈人在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剃个须。”我爸说：“你小点声，剃不了了，我的刀在门口安检时候被管制了，被管制了。”我们排队要漂流，大胖媳妇：“爸爸，你不用担心，你用酒店拿的浴帽，只有你不会湿。”我们要去玩飞越地平线飞的项目，大胖媳妇：“爸爸，你不用担心，你用酒店拿的木梳，只有你不会乱。”然后我们去坐过山车，眼看排着我们要上了，大胖媳妇嘴一张，又要说什么，我爸赶快给拦住了：“你别说话，我不担心。”我爸为了躲他上前边去，俩人隔了好几排坐。结果小火车要开了，大胖媳妇：“张彩玲的爸爸，足字旁的彩，爸，你从酒店里拿那一兜子东西里有没有指甲刀？我买的帽子有商标。”我爸说：“我不告诉你了，我的刀类都被管制了吗？都被管制了吗？”我爸从此就没再搭理过他。然后这一下午呢，我爸一直在吃早上剩的东西。张彩玲他爹足字旁的彩吃了7个包子4个茶蛋，我都怕他发烧。幸好我提前准备了拜尔达一喜畅活菌，它的3种专利菌剂都源于中国，专为国人设计，每盒有4000亿耐酸活菌，活性还贼高，成分纯净，3大专利菌4大益生元。还行，老头恢复挺快，第2天在火车上干盒饭的时候又生龙活虎了，看来可以再囤点。然后那天在迪士尼啊逛到最后，我爸手里还3杯豆浆呢嘛，已经出豆汁儿的味儿了，就是不扔。大胖媳妇跟他差点打起来，他是这么说的：“你们别管我，外边一杯豆浆3块5，里边得35，我喝这一杯豆浆我省了31块5，3杯100块钱。”大胖媳妇说：“爸，你搁这炒豆币呢？炒豆币呢？不玩高概念。”后来大胖媳妇实在是怕他老丈人喝坏了，挺身而出，在迪士尼的出口连干3杯臭豆浆，说：“爸，这个钱就让给我赚了吧。”早打问他爸：“爸，这豆浆都臭了，你咋还喝呢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你不懂你姥爷，爸今天不喝，你姥爷能把豆浆从上海拎回北京，乃至拎回铁岭。要不是你爸，明天就是一场宏伟的南疆北调。南疆北调。”嫁老外有一个缺点，他爸妈容易讹上你。我的公公和婆婆10天前离开了中国，今天又回来了。那张拿铁呀，刚消停2天，孩子昨天开始才不做噩梦，今天过生日，正闭着眼睛许愿过几天消停日子呢。是咋回事呢？上次我公公婆婆来呀，大家都发现了我这个公公他特别有梗。我婆婆温蒂呢，就从我们公司头部艺人沦落到了群演。但是从很多画面中啊，其实你能看出来他的不忿。他觉得他出道多早啊，突然就是个资源咖。所以温蒂上次是带着各种不服气走的。但是这人算不如天算呢。他刚走，我接到一个节目组邀约，邀请我跟温蒂一起去参加一档综艺，是和其他几对知名婆媳一起出去旅游的一档真人秀。3月末开始录，让我问一下温蒂的意向和档期。我打电话一问，温蒂立马就支棱起来，就问我俩问题：机票报不报？我请假旷工的这一天，工资给不给？我说那肯定都给。第2天温蒂机票就买了，转身就开始复仇，告人不来恩。这次回中国呢，带你是情分，不带你是本。你来只有一个任务，就是当好我的助理。我要参加的是综艺，我是一个明星 star。布莱恩被他说的大气儿不敢出，但是呢，布莱恩实在是太喜欢在中国待着了，嘴还馋，忍气吞声就跟着他来了。哎，人算又不如天算，他俩正收拾东西要去机场呢。节目组跟我说，现在出现了一点变化，节目暂缓。当时我就懵了，你说温蒂假都请完了，马上上飞机了，我咋办呢？最后我啥也没说，两口子就来了。此时的张拿铁正要过4岁生日 party， 正乐呢，要去儿童乐园了。那大胖媳妇开个4门版保护巴士，给我们一家都拉去了。这个车可以说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刚好够拉4个大胖媳妇，主要是小小好停，不怕卡北京胡同里。张拿铁刚看到这车可高兴了，他以为这是大胖媳妇给他买的生日礼物呢，没想到这次最大的生日礼物居然是他奶奶，而且是一个因为觉得自己要当明星特别飘特别狂的奶奶。哎呦我的妈！为了成为顶流，温蒂还在加拿大给自己置办了几套时装。
唠唠嗑，突然间告诉布莱恩，水要加冰 ，OK？ 布莱恩就得伺候，还教育布莱恩，你赶紧，在中国怎么点外卖，软件该下下，我喜欢吃啥喝啥，怎么跟中国人沟通，那中文该学学，你勤快一点。你或许是个网红，但是我现在是个艺人。我实在是不能瞒了，我就告诉温迪了，我说综艺啊，暂时不录了。但是我也知道你俩没有那么多存款，都破产了。你这个机票呢，我给你报。那这些天你俩来都来了，就多录录短视频。那咱家现在短视频的明星呢，确实还是布莱恩。布莱恩此刻还在给温迪捏脚呢。听着这话的一瞬间，I'm a little thirsty. You mind? Here you go. Thank you. You mind? Yeah. Wash my feet. Oh, yeah. 哎，你们知道有一个东西是中国独有精粹，别的地方都少见，那就是秋衣秋裤吗？我记得我在英国的时候，那老太太们不管多大岁数，一年四季露着他们痛风的小脚脖子。我老公他们一家人也是嘛，在加拿大一到冬天，上身全副武装，但是下身依旧是大裤衩子配凉拖。我婆婆前年斥巨资给自己买了一个就加拿大鸟的衣服，然后跟我说，我效果一般，还是冷。预算还是不够，绒毛还是不厚。我说你冷就是因为你那个额底下露，额底下露。他们呢也没有什么风湿啊、着凉这种说法，反正他每年一到冬天，从腰到脚全疼。一回家为了缓解疼痛，打开冰箱就一桶冰淇淋，然后可怜兮兮的跟我说，我觉得我的身体要扛不住了，我们都需要那种不上班的带薪补助，压力太大。我说温迪啊，你一共上了6个小时的班，还有4个 coffee break， 你最缺的不是带薪补助，是带皮棉裤，带皮棉裤。我老公那就更是了，常年大裤衩子。我妈这不入秋了吗？怕他冷，给他整了一套秋衣秋裤，他不穿，跟我说，别人可能不知道，但这事儿你知道啊。我现在回国了，我还是不会用蹲厕。我上厕所本来就需要把所有衣服都脱了挂门上。我虽然缺作品，但是我现在识别度很高，那玩意儿能少挂还是少挂呗，我也不能轻易丢人。我说你缺的是作变，不是作品。关键是你上厕所衣服挂门上这个事儿，很多人都知道了。他们在乎的不是门上衣服的分量，是门里雪人的朝向。他说不的，你这玩意儿穿上有点显胖。我说你听我的，你的体型不差这一点。他说哎呀，我是加拿大人，我不怕冷。我说你忘了吗？8年前大过年的时候，他来铁岭，非得说自己是加拿大人不怕冷，晚上穿个大裤衩子跟我爸下楼下放鞭炮，回来之后冻直了，就嘎住了，人傻了，不动地方了。我爸和我爷整几床大厚被在门口给他裹上了，抢救回来的，给他往屋里抬呀，跟要侍寝似的。关键是吧，这不要抢救他吗？得给他捂回来，给他背卡到这儿，就露个脑袋，人僵了，躺倍儿直，一动不动。我们寻思给他捂一会儿，缓一会儿。等我们再进那个屋的时候，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？人摆在床上，大后背，露个脑袋，身上僵直，地上撒满了一圈他刚才擦鼻涕用的卫生纸，呈小白花状，床头就是他的照片。我爸拿杯酒进去想给他喝一口，都不知道往哪放，可能应该倒地上。我说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？他说我忘了中国北方冬天有多冷，那整一套也行。而且你老说那秋衣秋裤不舒服，那是你没碰着好的。我老说内外最舒服，内外最舒服，这句话我是发自肺腑的。我贴身的老多东西都是他们家的了，你看我穿这套又合体还不臃肿，又薄又贴身，一点不显胖。远红外发热的性能再配上锁温的能力，我们的宗旨是不是光让你温暖，保温一天他都管。而且它特别透气，不是那种硬捂着憋着不透风那种感觉，找的就是一种温度上穿了，体感上没穿的越朦胧强朦胧的感觉。他说那我现在算不算掌握东方精粹了呢？我说秋衣秋裤只是东方精粹1.0，他说2.0是啥呢？我说是这样的。